疯狂的事紧跟而来，美国想从别的角度找回场子，拜登签署芯片法案，危险的却不是中国。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卢忠诚，欢迎来到忠诚 Talk。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拜登芯片法案下的危险不是中国。从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来看，在中美博弈的赛场上，美方并未占据主导地位。从锁台军演开始，再到外交部数次强硬回顶美方挑衅，以及中国周边海域各大战区军演警巡的常态化，可以说中方现如今的动作其实对美国都多了一种教训的意味。美国或许也发现自己拿出的底牌无法对中国造成影响，于是乎又从别的角度入手，想给自己找回场子。果然疯狂的事情紧跟着就来了。据有关媒体报道，前些日子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旨在实施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中的半导体资金。也就是说，美国的芯片法案尘埃落定了。值得一提的是，在8月初，拜登就已经签署了该项法案，提出对美国本土芯片产业提供巨额补贴。不过，获得美方补助的芯片企业在10年内不得与中国或其他令美国担忧的国家进行任何重大交易。换句话说，美国在此时推出的所谓芯片法案，就是想将中国排除在芯片产业供应链之外，从而达到打压遏制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快速发展的目的。透过该法案的信息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美国异常热衷鼓吹所谓的中国威胁。例如，佩洛西窜台后，美国一边寻求和中国恢复谈话，但另一边又装作无辜，说中国反应过度，给中国挖好了一个陷阱，只要解放军忍不住先打出第一拳，就等于跳进了美国设置的陷阱。只是没有想到中国并没有上当，所以拜登政府才会又玩出中国威胁论的进阶版，出台所谓的芯片法案。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不断挤压中国发展空间的道具。不过这也是美国的惯用手段，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就曾发起过芯片战争。当年的日本半导体产业迅猛发展的势头让美国十分不安，于是美国一边宣传日本威胁论，一边对日本提出不公平条件，导致日本的半导体产业一步步崩坏了。然而拜登政府似乎忘记了，今时不同往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这一系列的打压组合拳存在非常大的局限性。例如，低估了芯片产业转移再造的难度，也没认清半导体产业的国际竞争早已与各国利益绑定的基本事实。与美日争霸时代的半导体产业相比，当今世界的芯片制造行业发生了巨大改变，制造工艺随着技术的发展更加复杂，同时也形成全球半导体产业高度分散但互相依赖的局面。美国想通过芯片法案达到遏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目的，恐怕难以实现。或者换句话说芯片法案下更危险的却不是中国，而是美国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呢？在高度依存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中，中美两国的半导体产业可以说早已深度融合。美国若要使供应链完全本地化，势必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和技术成本。往深层次了说，即便美国执意采取对华技术硬脱钩政策，可能会损害一些美国本土企业的利益，不仅会导致他们丧失更多的全球市场份额和收入，还会减少数以万计的工作岗位，增加失业人员的数量。换言之，芯片法案虽然给予这些企业高昂的补贴，但无法弥补其后可能造成的更大损失。届时美国别说夺回半导体产业主权了，这种逆流而动的行径或许会将自己首先剔出市场。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